但是如果夜间的血清素过低了，这些不好的事、压力很大的事，到了晚上你继续缴获，搞得一整个晚上睡得很乱。那久而久之呢，容易焦虑，容易有挫折感，就刻到你的骨子里，刻到你的大脑皮质上，你就变成一个容易焦虑的人，容易忧郁的人。大家好，我是方世清医师，我在未来健康研究院。今天跟各位分享这个题目是：我们的忧郁性格、焦虑性格有没有可能是睡觉睡出来的？是不是有时候啊，你白天遇到一些倒霉的事，或者工作很多很忙，做不完，那你到了晚上啊，这些不好的事、很杂的事、压力很大的事，到了晚上你继续缴获，搞得一整个晚上睡得很乱。那也没睡好，那久而久之呢，这些容易焦虑、容易有挫折感，就刻到你的骨子里，刻到你的大脑皮质上，你就变成一个容易焦虑的人，容易忧郁的人。那小郭刚来我们公司的时候啊，那事情做得不是很顺啊，那每天很多事，那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也都没停下来啊，那继续想，然后隔天又要做第三件事、第四件事情，那搞得晚上睡不好。如果这种状态一直存在啊，我们小郭也可能变成一个焦虑个性的人。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这些浅睡多梦、做杂梦的人呢，会影响到我们的情绪、我们的个性呢。好，我们就要提到一个血清素啊。我们常常提到什么叫做血清素？血液很轻的素吗？它是一个很厉害的神经传导物质。这个血清素呢，可以让我们免于恐惧的自由啊，也就是让我们不害怕，遇到事情压力来了，能够让我们稳住的。不要随时随地在担心的，就是血清素，因为它可以去安定我们大脑里面的情绪中枢，叫做杏仁核。杏仁核在发威的时候啊，是可以让我们随时随地变得恐惧、害怕的、恐慌的，所以血清素是可以去安定它。那白天呢，血清素让我们不害怕，那晚上血清素在做些什么呢？到了晚上，血清素是一定要降下来的，可是它没有降到最低。它跟我们另外一个叫乙酰胆碱的交互蹲跳，好像在跳 Tango 舞一样，你来我往的。当血清素比较高一点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熟睡；当乙酰胆碱比较高的时候，我们就做梦。那大家就会注意到哦，做梦的时候乙酰胆碱是高的，所以大脑是有活动的；血清素是低的，所以血清素低的时候会怎么样？那些杏仁核里面的东西啊，那些不好的经验就会释放出来，所以我们就会做一些不好经验的噩梦。那这样做这些噩梦是不好的，为什么我们方医师又说睡觉做梦是有疗愈效果呢？有疗愈效果的睡眠，就好像是在做免费的心理咨商，因为我们乙酰胆碱高让我们做梦，血清素低的时候让我们做噩梦，可是因为正肾上腺素同时也是低的，所以可以让我们很平静的，不会紧张，不会害怕的，不会心悸的，不会流汗的，去做平静的噩梦。而平静的噩梦就是有疗愈效果的睡眠。但是如果夜间的血清素过低了，低到不行了，你的杏仁核里面那些各种妖魔鬼怪啊、负面的情绪全部都送出来了。送出来之后啊，经过这个做梦一阵缴获，它就刻到我们的大脑皮质去了。所以平常日间的小事情本来应该被疗愈到的，就因为你血清素太低，晚上是属于浅睡多梦的形态，所有这些不好的事情呢，就变成你大脑皮质的一部分。你久而久之啊，你就变成一个容易抱怨啊、个性忧郁、焦虑的个性。那正常睡眠呢，我们是有熟睡，我们是做梦的，但是血清素太低的时候，我们就进入浅睡、做梦很多的一个状态，所以把不好的经验都会刻到大脑皮质去。如果这个时候再加上你的正肾上腺素不低啊，也就是你晚上呢没有办法很平静，这个时候会怎么办呢？这时候你就会做的不平静的噩梦，不平静的噩梦就没有治疗效果，反而是有伤害的效果的哦。有些有得过创伤经验的人晚上不断的重复做那些创伤的噩梦，那他也没有办法得到平静他反而是更加深他创伤的经验那像这样子的创伤或症候群不断做噩梦的病人呢，有时候会用一个正肾上腺素的抑制剂，然后把它关掉，让它可以重新恢复平静。有人说一件事情要能够过去，必须做个梦，而这个噩梦呢，必须要平静的，就好像你去看恐怖电影一样，你看的恐怖电影看起来很恐怖，可是你内心是平静的。
好，所以这样子的经验呢，就可以得到疗愈的效果。那有些人呢，心情不好，忧郁症、焦虑症，他是有在吃抗忧郁症的药，叫抗忧郁剂，那是会直接增加我们的血清素的。直接增加血清素会有2种效果，如果增加的刚刚好，它就可以帮助你熟睡的；如果增加的过头了，血清素太高了，它反而会睡不着。所以直接增加血清素的药，也就是抗忧郁症的药，在睡觉前使用有时候会帮助睡眠，大概1半的机会，有时候会破坏你睡眠，影响睡眠。那怎么办呢？那就是说，如果会影响你睡眠的，你就要把你的血清素的药拿来早上吃，而会帮助你睡眠的，吃了就想睡觉的，就要在睡觉前吃。那有一种药叫做血清素第2型受体的抑制剂。我们知道血清素分泌出来，它要自我刹车了，而第2型受体呢，就是它的刹车。那我们今天把这个刹车呢，把它关掉，把血清素第2型受体关掉，那它就没有刹车了，它就会稍微增加一点。而这种增加呢，就会增加的刚刚好，所以间接增加血清素啊，然后让晚上呢不会太低，也不会太高，那这样对睡眠呢的熟睡是有帮助的，有正面的影响。好，今天的题目就是我们要睡得好，然后才不会产生焦虑跟忧郁的个性，而睡眠睡得好呢，有熟睡呢是有疗愈的效果的。我们要做一些平静的噩梦。谢谢各位。